又一台新的扫拖机器人来了，大家应该还记得前一阵子帮你开箱过的 X1 Omni 吧 ？X1 Omni 的定位就是科沃斯目前最旗舰的扫拖机器人，包括自动集成、自动加水、自动洗拖布，甚至自动烘干拖布都有，可以说是市场上解决方案非常完整的扫拖机器人。而帮你今天开箱的 T10系列，简单来说，就是在一般扫拖机器人的基础上，加入了 X1 Omni 登场的重点功能，在价格上也来得更亲民。不过究竟实际表现如何呢？帮你在最后也会跟大家聊聊选购建议，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。在开始之前，帮你想先讲清楚目前有的机型，这样大家就不会搞混了。今天要开箱的是 T10系列，主要有2个版本，分别是 T10 Plus 以及今天帮你会实测的 T10 Turbo。简单来说 ，T10 Turbo 更专注在拖地，所以搭配的是可以自动洗抹布、自动烘干抹布的基站，但是没有自动集成的功能。而 T10 Plus 则是有自动集成，但是没有自动洗抹布。这边要注意 ，T10 Plus 只是基站，没有自动洗抹布的功能，但它也有拖地的功能哦。所以概念很简单，3台都能扫都能拖，但 T10 Turbo 可以自动洗抹布 ，T10 Plus 可以自动集成。你全都要的话，就是 X1 Omni。好，有了这些基本概念之后，大家应该就不会搞混了。目前正在选择扫拖机器人的朋友，在看完这期节目之后，也记得去看 X1 Omni 的影片，两者搭配观看会更清楚。接着帮你就直接带大家来看实际表现吧。首先，我们还是先从外观设计看起。帮你这次开箱的是有自动洗抹布功能的 T10 Turbo， 所以基座拥有的是2个水箱，蓝色的是净水箱，而洗完抹布的脏水就会回收到左边的污水箱。T10 Turbo 不具有自动集成的功能，所以要记得定期把集成盒拿起来倒干净哦。好，我们接着先看到 T10 Turbo 的本体，采用的还是大家熟悉的圆形机身设计，机身表面跟 X1 Omni 一样，只有一个按钮，按下去后就可以开始或是暂停清扫。大不重要的按钮都藏在这个磁吸盖板的下面，整个表面都还是收得很干净，一体性很高，外观不会看到多余的按钮。不过有一个小地方，上盖是白色的，加上材质又是亮面塑胶，所以如果有灰尘的话，白色的背板就会比较明显。在意的朋友可能在清尘盒的时候顺手擦一下。接着我们打开磁吸盖板，就可以看到 T10 Turbo 的成盒，容量是400ml，算是一般家庭蛮够用的大小。翻到底部。配置上基本上跟 X1 Omni 相近，同样采用左右2组的边刷，也都是免螺丝就能安装的设计。吸尘口采用跟 X1 Omni 一样的滚刷，原则上毛发缠绕的话，主要就是在这2个区域，集中会比较好清理。拖地部分 ，T10 Turbo 采用的一样是大家比较喜欢的旋转擦地模组，跟 X1 Omni 一样，达到每分钟180转以及6N 的下压设计。相较起一般只是挂上抹布的机种，旋转擦地加上下压。面对这种风干好几天的酱油渍魔王关，还是没有太大问题的。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，T10 Turbo 的机身当中并没有水箱的设计，也就是说 ，T10 Turbo 就跟我们一般拖地一样，需要定期回去洗抹布，让拖布保持湿润。这也是 T10 Turbo 跟 X1 Omni 在硬体上差异比较大的地方。所以科沃斯在这一次 T10 Turbo 上也换上了锁水能力比较好的拖布，可以延长单次出门拖地的续航力，并且在帮你的体验当中，其实你可以透过 App 调整，看你的拖布要湿一点呢，还是一般就好，并且你也可以调整自动回家洗抹布的间隔，预设是10分钟，最短可以6分钟就回洗一次，这是机器人需要多跑几趟。帮你这边会建议家里坪数大的朋友可以直上 X1 Omni， 主要的考量是续航力以及清洁时间，有水箱的 X1 Omni 还是会比较快的。如果是一般家庭大小，其实10分钟回洗一次差异不大，毕竟预算有限的话，就让小苦工多跑几趟，没事的。不过其实以结果来说 ，T10 Turbo 虽然没有内建水箱，但是坪数如果没有那么大的话，清扫时间其实还是差不多的。帮你也直接实测 X1 Omni 以及 T10 Turbo 在同样空间下的清扫时间，大约只差2分30秒左右。顺带一提 ，T10 Turbo 同样拥有断点续扫的功能，也就是如果扫到一半电池没电的话，就会先回家充满电，再从刚刚暂停的地方回来继续打扫。接着我们看到基站，帮你一样叫它科沃斯的家。在设计上，科沃斯呼应了白色的机身，也将科沃斯的家变成了白银的配色。整体的质感是很好的，白色控一定会喜欢。邦尼也有发现一个小细节，就是底部的托盘，科沃斯采用了更加粗一点的表面处理，毕竟白色脏了还是比较明显。
并且这个更扎实的底盘可以一定程度的避免刮伤。我们说回科沃斯的家，在这个家里面一样有2个水箱，这个是装干净的水，你一样可以搭配专用的清洁剂使用。另一个桶就是清洗抹布产生的污水就会回收到这里来。最重要的是 T10 Turbo 的家也保留了热风烘干抹布的功能，所以你不用怕抹布因为长时间闷着就臭掉了。但是 T10 Turbo 预设是没有搭载银离子模组的。简单来说，银离子模组可以达到 99% 的除菌。最明显的差异就是邦尼在 X1 Omni 有实测过，大约1个礼拜不到污水也没有产生明显的异味。所以话说回来， T10 Turbo 虽然没有内建，但是有需要的话还是可以额外加购装上去，就看后续台版官方的引进状况了。或是你就是比较懒，想要久一点再换水， X1 Omni 的预设会是有银离子模组的，大家可以依照需求选择。这边帮你想聊一下，大家选购扫拖机器人的重点。会想买扫家拖的朋友，不外乎就是2类，一个是家里有小孩、有毛孩的家庭，扫拖机器人每天跑一次，就像每天 reset 重置一次地板一样，可以减少很大部分的污渍以及水渍。而第二种就是希望地板尽量不要有那种沙沙的感觉。这边就要说到以前扫拖机器人在拖地上最大的问题，帮你认为有3个：第一，每天都要加水到水箱；第二，每天都要记得机器人，因为清扫完了就要赶快洗抹布，才不会闷着臭掉。第三，洗完抹布后还要晾干，等晾干之后还要装回去。所以一个重点，过去的扫拖机器人，你只要开启扫加拖，每天就是得要经历加水、洗抹布、晾抹布、装抹布的循环。天天使用的话，真的要多花点心思留意。而科沃斯的基站就是帮你解决，或者说是延长这些问题。2个水箱会自动帮你洗抹布，但这个还不够，重要的是烘干功能，因为有烘干功能才不会放着臭掉。这也是帮你认为以前扫拖机器人最大的痛点，毕竟不好用的话，最后就会放着不用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就算有水箱有烘干，目前也就是延长机器人要你手动操作的时间，可能连续拖个3-4天还是得要加水。2天一扫的朋友，可能还可以延长到1个礼拜。其实好用的感觉就是相对的，但使用体验上就已经舒服很多了。对了，目前科沃斯已经有规划推出官方版本的自动上下水的模组，终极版本就像是洗衣机一样，自动加水、自动排水，但这个就需要看后续台版会不会引进，加上你们家的环境会需要天时地利人和，要不然就是大家以后装潢都需要留一下机器人的专属空间了。好啦，说远了，总之就是一个重点。如果拖地功能以前对你来说是个痛点的话，那 T10 Turbo X1 Omni 就会是你的选项。反之，如果你本来就不太会用拖地功能，想要延长清理整合的时间，那么自动启程的 T10 Plus 还有 X1 Omni 就更适合你。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实际表现。先来看 T10 Turbo 的基础性能，在吸尘上拥有3000帕的吸力，应付一般家庭已经很够用了。跟5000帕的 X1 Omni 的主要差异，大概就是在地毯这种场景。邦尼也实测 T10 Turbo 超强吸力下的最大音量，大概落在69分贝，高频噪音也会比较明显，建议是外出放着打扫的时候再使用。如果你是设定每天都扫的话，标准模式就很够用了，噪音也落在比较可以接受的59分贝左右。邦尼也实测了基站在清洗拖布过程中的最大音量，大约落在69分贝，并且 T10 Turbo 又有地毯增压的功能。如果在扫地模式下遇到地毯的话，系统就会自动切成最大的吸力。拖地的话，当然就会自己绕过去，避免弄脏地毯。比较有趣的是，科沃斯在这一次的实验室当中加入了一个新功能，叫做颗粒物。顾名思义，如果科沃斯的镜头辨识到地板上有颗粒物的话，也会自动将吸力开到最强。帮你也实测了一下，有入手 X1 Omni 的朋友，现在也可以在实验室中开启这个功能咯，并且 X1 Omni 的自动集成功能也加入了新的智慧模式，系统会自动判断集成而满载的状况进行集成。最后是几个跟 X1 Omni 相同的部分，如果要纯扫地的话，把拖布拿下来就可以。乐章部分一样是2公分，帮你实测地垫、地毯、门槛都没有太大的问题，大家要注意的就是过得去也能回得来就好。接下来，帮你也带大家看一下 App 操作。T10 Turbo 同样最多可以记忆3张地图，并且拥有快速建立地图的功能，速度一样是非常快的。在地图建立完成之后，你就可以在地图上加入虚拟边界、分割空间或是合并空间。比较特别的是，
T10 Turbo 跟 X1 Omni 一样，你可以设定每一个房间的名字。如此一来，你就可以透过科沃斯的语音助理 Echo， 直接让 T10 Turbo 到指定的房间里打扫。OK Echo， 我在这里。清扫客厅。OK， 开始区域清扫。T10 Turbo 就会直接打扫你指定的位置。最酷的是 ，OK Echo 是内建在机器人上面的，所以你可以直接对着机器人下指令，甚至你也可以说 OK Echo， 我在这里。到这里清扫。OK， 让我看看您在哪里，请在原地稍等。你只要在原地等它，它就会到你的位置，并开始区域打扫。找到您了，我马上开始过去清扫，请为我拿出。不过还是要看你们家的空间，因为是透过机器人上的镜头找你。如果远到Echo都看不到你，那就没有办法喽。当然，你也可以说 OK Echo 离开，它就会停止清扫这个区域。更多的操控指令，你也都可以在 App 中的分页找到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尝试看看啦。邦尼还是要提醒大家，在第一次建立地图的时候，还是建议稍微把家里各个要打扫空间的门都打开，或是调整成家里比较常态使用的样子，地图建立的精准度会比较高。并且在第一次完成清扫之后，你就会发现 T10 Turbo 后来的清扫速度都会明显变快许多。接着，你一样可以透过 App 设定清扫的偏好，像是要扫1次还是2次，调整机器人的吸力。跟 S1 Omni 一样，你可以根据不同的房间自定你要清扫的次数，像是客厅2次，吸力强一点；房间扫1次，吸力标准等等。并且你同样可以设定房间清扫的顺序。最后，在智慧清扫的选单当中，你可以调整拖布的湿度偏好、回去洗抹布的间隔，以及烘干的时间长度。以半年来说，2个小时通常就蛮干了。如果冬天天气比较冷，或是空间比较潮湿的话，3个小时就会比较保险，就看大家的需求调整。顺带一提，烘干的时候靠近厅会有热风的声音，不过大约距离1公尺左右就听不太到了，不太会影响。开始烘干拖布。最后，你一样可以透过在充电座上这个按钮，手动让抹布再洗1次，或是开始跟暂停烘干。最后，帮你也实测一下 T10 Turbo 在各种情境下的实际表现。首先是在30平方公尺的空间当中，开灯扫地的时间测试。T10 Turbo 在纯扫地模式之下，总共花费了37分16秒左右完成。在 App 记录中，大约是35分，主要是 App 不会把出发跟回家的时间都计算进去。而在同样环境下，扫加拖帮你实测花费了44分36秒，在 App 中记录的完成时间花费了34分左右，主要是差在来回基站洗拖布的时间不会计算。不过从路线上来看，可以发现 T10 Turbo 一样会自动由远扫到近，这样就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洗拖布移动的路程。而在关灯测试下，大约44分23秒就能够完成，数据跟开灯基本上就是秒差范围内。毕竟 T10 Turbo 采用的是 DToF 的测距模组，所以就不太会受到外在光源的影响了。跟过去视觉定位的扫地机在差异上还是明显可见的。接着，邦尼也直接实测 T10 Turbo 的路径规划和避障能力。先看硬体 ，T10 Turbo 跟 X1 Omni 一样，都采用了最新的 DToF 测绘模组。邦尼其实也测过了，透过画面上就可以看到 DToF 在测绘上的效率会快上许多。并且，采用 DToF 模组的好处就是不用怕环境光源影响到机器人的定位。如果你以前有遇过其他机器人时常找不到家，或是一次要扫很久，最大的可能就是测绘模组无法在黑暗中或是太亮的地方准确定位。而 DToF 的好处就是，无论是白天还是你出门，机器人在全黑的环境当中都可以正常的定位，并且持续规划路径，在扫描频率和速度上也会比过去的 LDS 更快。并且跟 X1 Omni 一样 ，T10 Turbo 受益于 DToF 模组更好的精准度以及扫描速度，在地图绘制上是真的快。帮你同用30平方公尺的空间实测，只要3分21秒就能够完成快速建立地图，跟 X1 Omni 一样都非常快。而在避障上 ，T10 Turbo 采用是 IV 3.0 的辨识系统，也就是透过视觉模组，俗称镜头，来辨识障碍物的类型。所以 T10 Turbo 在扫地的时候跟 X1 Omni 一样，都是比较优雅的，它不会在家里横冲直撞，前面有东西的话也会自动慢下来试探。而像是袜子、拖鞋这些系统可以辨识的物体 ，T10 Turbo 也都会精准的避开。不过跟 X1 Omni 会有个差异，透过邦尼的测试可以看到
T10 Turbo 的视觉模组在光源充足的环境表现就跟 X1 Omni 相近，不过在全黑的环境当中就无法跟 X1 Omni 一样完美避开，不过还是比一般没有视觉辨识的机器人会直接拖着走来的好。接着我们看到续航 ，T10 Turbo 搭载的是5200毫安时的电池，在100%到15%的电力测试当中，可以完成4次30平方公尺的扫加拖，以及1次纯扫地，5200毫安时还是很够用的。而若是家里再大一点的朋友 ，T10 Turbo 在电量降低至15%的时候，会需要回家充电，帮你实测15到100%的充电测试，大约6个小时25分充满。最后，帮你还是小提一下，科沃斯的 T10 Turbo 一样是可以透过基站远端控制的。最左边的是自清洁的按钮，在使用一阵子后，你可以搭配随附的刷子，把底部的这个托盘稍微清干净。最后清洗的污水也会被吸回污水箱，所以是需要日常维护的部分。第二个按钮就是开始或暂停，右边这个按钮则是可以把机器人召唤回家。整体来说，邦尼认为 T10 Turbo 最大的重点还是在更亲民的价格当中，保留了自动洗拖布、自动烘干拖布2个功能，可以解决过往扫拖机器人最大的痛点，就是要每天去洗拖布，不然就会怕它臭掉。而现在基本上可以延长3到4天。如果一般小家庭2到3天扫拖一次，大约就是1周处理一次，不用赶着去处理，在使用体验上就会舒服许多。其他部分其实也保留了蛮多旗舰配置，包括 D-Tough 路径规划就是稳很多，也不用怕不开灯，机器人定位就会不准。在设计上，整个白色系的设计，如果是白色控，一定会很喜欢，也可以很容易融入家庭设计。拖地部分，下压以及旋转擦地也都有。选购建议部分，3台的定位都还是蛮明确的。如果你原本就要用在拖地 ，T10 Turbo 可以有效的解决你每天都要去顾它的问题。如果你本来就只要扫地，不太拖，那有自动集成的 T10 Plus 就会更适合你，可以延长你去理它的时间。如果你偶尔才拖，那 T10 Plus 也有拖地的功能。如果你的需求很明确，这2台的价位都落在2万内，会更加亲民，跟 X1 Omni 也有1万元左右的价差。当然咯，如果你的预算充足，那 X1 Omni 就会是目前你全都要的选择。自动集成、自动注水、自动洗抹布、自动烘干、银离子杀菌模组都有，并且在大屏数上的速度会更快，关灯清扫的避障也会更好。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预算以及平常的使用需求去选择。T10 系列的1万元价差会亲民许多，但 X1 Omni 的价值也在，毕竟是全部的自动功能都有，银离子模组也是标配。预算够还是建议直上。好啦，本期节目先到这里。如果还有任何问题，或是帮你没说到、没测到的，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啦。如果喜欢本期节目，不要忘记订阅邦尼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及时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在 Facebook、Instagram 找到我们。如果还有其他问题，别忘了底下留言。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。